家人们谁懂啊？我前一秒刚在恒隆广场扫空了3个奢侈品专柜，刷爆8张黑卡，连眼睛都没眨一下。拆快递插到快递站，老板专门给我腾了个小仓库放货。下一秒眼前一黑，再睁眼就踩在了沈家漏风的青石板地上，穿进了全京城最丧心病狂、爱装穷的首富沈家，差点直接给我憋到原地去世。我刚穿来那会儿，还以为自己穿进了难民墩。我爹身上的潮服补丁罗补丁，我数过，整整32个，全是用旧衣料缝的，连个新线都舍不得用。上朝连轿子都不坐，徒步走半个时辰去皇宫，还故意在土路上蹭一裤腿泥。皇上，臣这鞋底磨穿，脚底板都扎出血了。爱卿竟清贫至此，朕实在痛心，再免你半年赋税。我后来翻到沈家地窖里堆的比御花园假山还高的金朝室，差点把刚喝的野菜粥喷出来。你家银子都能把皇宫埋了，你跟皇上哭穷，我娘更离谱。她管了天下所有的钱庄，每天过手的银子能把整条长安街埋了。上次我看见她跟卖白菜的大妈砍价，就为了半文钱，两人从日出吵到日上三竿，吵得整条街的狗都不敢吱声。最后大妈被吵得脑壳疼，直接白送了她半颗白菜，她跟捡了天大的便宜似的。回家跟我爹炫耀了整整3天，说省了半文钱，晚上全家的洗脸水都可以多放半勺。我当时翻了个大白眼，你前一天刚收了3个多的钱庄粉红，10万两雪花银啊，半文钱你跟人吵3个时辰。我哥沈清风更绝，他是江南盐商的总首领，管着大半个王朝的盐运，手里的银子数都数不过来。出门巡视居然坐漏风的牛车，牛车轱辘都快掉了，他都舍不得换。上次去扬州巡盐，办到牛车直接散架了，他愣是走了30里地道的扬州，当地盐商都看傻了，以为来了个要饭的。后来知道是沈家大公子，一个个吓得以为沈家要破产，连夜凑了20万两银子送过来。我哥转手就把银子埋去了后院底窖，回来跟我们说又省了一笔牛车钱。我当时直接憋得在被窝里揣了半宿床，全家上下就没有一个不装穷的。府里的丫鬟婆子全穿草鞋，鞋底磨破了都得补3层才能继续穿。我上次嘴馋，偷偷摸了1文钱出去买糖葫芦，刚咬了一口就被路过的管家看见了，他追了我3条街，说我糟蹋钱，1文钱能买3碗糙米稀粥，就给我换了个破糖葫芦，最后罚我3天不许吃晚饭。我那3天看着地窖里的金条，差点没哭出来。我一个顶级购物狂，穿到这里连根糖葫芦都吃不痛快。还有一次我哥过生日，我偷偷给他买了个2两银子的玉佩，他吓得直接把玉佩扔出去2里地，跟我说这要是被别人看见，我们家就得被查抄，罚我半个月不许出门。还好我不是一个人倒霉，我穿来半年的时候，在街上碰见了苏板，他也穿来了，还成了皇家钱庄的大掌柜，手里的银子随便造。我们俩当时在破庙里抱着哭了半炷香。他知道我在沈家过的猪狗不如，3天2头偷偷给我3银票，每次最少5万两。为了不被我家人发现，他每次都把银票用油纸包好，塞在菜篮子里，假装是送菜的婆子，混进府里给我送。我把这些银票都攒在枕头底下，就等着哪天能跑出沈家，直接包下整个京城的首饰铺、绸缎庄，吃遍所有酒楼的招牌菜，把这半年没花的钱全部回来。我盼啊盼，终于盼到机会了。那天我刚从苏板那拿了10万两银票，揣在怀里还没捂热，就听见府里管家扯着嗓子喊：“门外有个姑娘拿着半张地契。”我当时差点蹦起来，我靠，终于轮到我解放了！我冲到前厅的时候，就看见沈玉珠站在那，穿的粗布麻衣，补丁比我爹的朝服还多，脸上还有点灰，看着跟刚从难民窟逃出来的似的。我爹坐在主位上，看着他手里的半张地契，当场就老泪纵横，那眼泪掉的，我都怀疑他是不是提前在嘴里含了辣椒水。我苦命的女儿啊，爹找了你10间啊！全家上下所有人都齐齐看向我，一个个脸上都写满了愧疚，那表情就好像我占了沈玉珠多大便宜似的。我心里都快乐开花了，面上还得装出一副震惊的样子，拎着我早就打包好的小包袱就往门外冲。金金，你就算是假千金，我们沈家多双筷子还是养得起的。我当时急得直跺脚，脱口就骂：养得起个屁！再在沈家待下去，我这个天生购物狂能被活活憋死！我这话刚说完，就看见沈玉珠在旁边，她是演上了，她眼眶一下子就红了，捏着袖子就往脸上抹，那眼泪说到就掉，余光还一个劲往主位上的我爹我娘那瞟。既然姐姐容不下我，我走就是。我当时差点笑出声，就这点绿茶手段也敢在沈家班门弄斧。果然我还没说话，我娘先心疼的嗷了一嗓子：“哎呦我的小祖宗，好好的布料擦什么眼泪？擦坏了还得费线缝，快放下！”沈玉珠当时手就僵在半空了，眼泪挂在睫毛上都忘了往下掉，那表情要多滑稽有多滑稽。她愣了好半天才缓过神来，装出一副乖巧懂事的样子。玉珠不敢和姐姐争抢，只求能在主院谋个偏房栖所，日夜聆听父母教诲，就心满意足了。我心里乐得不行，这可是你自己要往火坑里跳的。我巴不得把这烫手山芋赶紧扔出去，当即一把扯下腰上挂的主院钥匙，直接塞他手里。给你，全都给你，我这就走，绝对不打扰你们一家团聚。说完我就弯下腰，想从我哥的胳膊底下钻出去，就听见我爹穿着补丁朝服唰的一下站起来，那朝服上的补丁都跟着晃。他喊了一声：“站住！你从小在沈家长大，哪有赶你走的道理？
就住西边偏院，哪儿也不许去。我当时撇了撇嘴，也没反驳。住偏院就住偏院呗，谁稀罕住那破主院啊？我早就打听好了，西边片的院墙底下有个现成的狗洞，刚好够我钻出去，方便得很。以后我半夜想溜出去找素板买，连爬墙都省了。我拎着包袱就去了偏院，刚收拾好，就听说沈玉竹欢天喜地的搬进主院了。我趴在院墙上往主院的方向看，就看见他脸上笑得跟开了花似的，估计以为自己捡了个金窝银窝，以后就能当富家千金，吃香的喝辣的了。他哪知道啊，那主院根本就是沈家的忆苦思甜大本营，规矩就一个字，省。我给你们算算啊。主院的规矩，晚上不许点蜡烛，超过虚时点灯，罚1个月的月钱。洗脸水必须留着冲茅厕，冲完茅厕还得留着浇菜。吃饭连1粒米倒在桌上都得捡起来吃掉，要是敢剩一口饭，直接3天不许吃饭。连院里面的疏落的叶子都得扫起来当柴烧。那地方别说是人了，连老鼠进去都得留2把毛才能走。你进去了还能友好？我当天晚上就接到了苏板偷偷送进来的烧鸡，还有2壶好酒。我坐在偏院的石桌上啃着烧鸡，就听见主院那边传来一声尖叫，我差点把嘴里的鸡肉喷出来。不用想都知道，肯定是刘嬷嬷出手了。没过多久，就有跟我关系好的小丫鬟偷偷过来跟我说，沈玉珠带了一件新的红碎花袄子，准备第2天敬茶的时候穿。结果半夜刘嬷嬷摸黑进了她屋，连灯都没点，一剪刀就把那袄子剪成了3截。沈玉珠睡得迷迷糊糊的，一睁眼看见自己的新袄子碎了，当场就吓得尖叫出声。大小姐夫人说了，这袄子颜色太艳，染料费钱，不符合沈南家风，剪了做抹布刚好。沈玉珠当时气得浑身发抖，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正准备哭呢，只听见哗啦一声。大小姐哭声太大，费嗓子，明天得多喝水，费柴火。沈玉珠当时就不敢哭了，死死咬住被角，连声音都不敢出。我听着小丫鬟的禀报，乐得直拍大腿，差点被鸡肉呛着。这都是她自己选的，可怨不着别人。我啃完烧鸡，抹了抹嘴，摸出怀里揣着的10万两银票，翻来覆去的数，已经在盘算明天先包下那家首饰铺了。城东那家翡翠阁我看上好久了，那只满绿的翡翠镯子我惦记了半个月，还有西街的绸缎庄，新到的云锦料子我得全买下来，做个几10件新衣服，把招牌菜全上一遍，吃不完就扔。我越想越兴奋，当天晚上觉都没睡好，天刚蒙蒙亮，我就摸黑爬起来，揣好银票，蹑手蹑脚地走到院墙底下的狗洞旁边，刚蹲下来准备钻出去。殿下，您怎么来了？快通传老爷夫人，太子殿下亲自上门了啦！我当时蹲在狗洞旁边，当场就僵在了原地。啥？太子来我家干啥？我还没反应过来，就听见管家紧接着又喊了一句：太子殿下是我了，是来提亲的，要娶咱们沈家的假千金沈晶晶当正妃。我手里的银票啪嗒一下就掉在了地上，整个人都傻了。太子殿下提亲娶我，我脑子里第一个冒出来的念头就是，这太子不会也是个装穷的疯批，特意来跟我家一起卷装穷的吧？不行，以后连偏院都住不安生，买个糖葫都得躲着。我蹲在狗洞旁边，脑子乱成了一锅粥，手里还攥着半块没吃完的烧鸡，就听见院门外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明显是奔着我这偏院来的。我急得团团转，钻狗洞也不是，站起来也不是，眼看着院门就要被推开了，我脑子一抽，直接把手里的半块烧鸡塞进了怀里，蹲在地上假装捡银票，心里不停地打鼓。我这刚摸到逃出去的门路，可不能被太子堵回去当什么劳什子太子妃。真要是嫁去东宫，指不定规矩比沈家还多。我那10万两银票还没花出去呢，我正蹲在地上碎碎念，院门吱呀一声就被推开了，明黄色的衣摆先落在我视线里，我顺着往上瞟，就看见太子站在门口，身后的侍从拎着满满当当的礼物，红绸子晃得我眼睛都花。他目光先扫过我脚边露着半截的狗洞，又落到我藏着烧鸡鼓囊囊的衣襟上，最后停在我手里刚捡起来露着大额票面的银票上，忽然就笑了。他朝我伸出手，沈晶晶，我带了800万两聘礼，够你包下整个京城的首饰铺、绸缎庄，嫁不嫁？我捏着银票的手瞬间就抖了。800万两，我就是天天包场醉仙楼，10年都花不完啊！可他怎么知道我爱花钱，又怎么精准说出我想包首饰铺的事？该不会是我爹联合太子搞的装穷试探，就想罚我以后半年不许买东西吧？我捏着银票僵在原地，脑子里飞速转了800个弯，琢磨着这到底是天降横财，还是我爹挖的装穷陷阱。抬头就看见我爹、我娘还有我哥拎的迫不带走往这边跑，那速度快的我都怀疑他们平时装走不动路是演的。我爹冲到太子面前，扑通就跪。沈家穷得揭不开锅，小女粗鄙配不上，800万两聘礼不敢收，要赏就赏10斤糙米更实在。沈姑娘勤俭持家，这性子本太子很是中意，亲事就这么定了。留下我们一家子对着堆成小山的聘礼大眼瞪小眼。赶紧抬去地窖最里面藏，别好。
我翻个大白眼，合了偏院，琢磨半天也没想明白太子啥路数，反正手里10万两银票揣的严实，偏院有狗洞，大不了先溜出去花了再说。第二天我刚睡醒，就听见前厅吵吵嚷嚷的，我漱了口，叼着根牙签晃过去，就看见被折腾了一夜的史玉珠顶着2个硕大的黑眼圈跪在地上，眼泪吧嗒吧嗒直掉。爹娘，昨夜下人好生无礼，我的袄子被剪了做抹布，还不让我哭。玉珠知道自己是乡下来的，可他们分明是不把沈家的颜面放在眼里啊！肯定是姐姐指使他们欺负我的。他小嘴巴巴说了足足半个时辰，从下人刁钻扯到我不懂规矩，又上升到沈家门风败坏，说的口干舌燥，嗓子直冒烟。我爹我娘连眼皮都没抬一下。我爹坐在太师椅上，捧着豁口破瓷碗，正喝看不见米粒的清汤寡水。我娘拿着根针缝补满是破洞的抹布，俩人压根没理他，直到他实在说不动了，咽着口水，眼巴巴看着二老，我娘才放下针线，把桌上一盘发霉的窝窝头推到他面前。玉珠啊，你这孩子就是不懂事儿，那袄子留着也是浪费，做抹布能擦3天地板呢。下人也是为了给你省点嫁妆。来，饿了吧？吃个窝头垫垫。沈玉珠看着那长了绿毛的窝窝头，脸瞬间绿了，胃里一阵翻江倒海，捂着嘴半天憋出一句：娘，这都发霉了，怎么吃啊？胡闹！一粥一饭当思来不注意，这窝头把霉呱呱还能吃，怎能如此铺张浪费？沈玉珠直接傻眼了，满腔怒火堵在喉咙里上不去下不来，捂着饿得咕咕叫的肚子，头晕眼花的退了出去。我站在旁边剔牙，差点没笑出声，这就受不了了，以后的苦日子还多着呢。我晃悠着回偏院，苏板儿早就派人把我订的烤全羊送过来了，旁边还摆着冰镇的燕窝羹和刚从西域运过来的葡萄。我搬了个小桌子坐在院子里，撕下一条羊腿狠狠咬了一大，满嘴流油，正吃得开心呢，就听见哐当一声，院门被人一脚踹开了。沈玉珠怒气冲冲站在门口，眼睛都红了，冲过来一把掀翻我面前的果盘，葡萄滚了一地。沈晶晶，你还要不要脸？沈家上下都在节衣缩食，你居然躲在里吃独食！你这个假千金，花着我们沈家的钱，你良心被狗吃了吗？说着就伸手要抢我手里的羊腿，我脸上的笑一点点收回去，反手一巴掌抽在他手背上。滚一边去！这羊是我自己掏钱买的，关你屁事！沈玉珠捂着通红的手背，你撒谎！你一个假千金哪来的钱？肯定是你偷了沈家的银子！他转头就往正厅跑，边跑边喊：爹娘，你们快来看啊！沈晶晶偷家里的钱买烤羊！我擦了擦手上的油，端起燕窝羹慢悠悠喝了一口，根本没在怕的。这钱是素爸给我的，跟沈家半毛钱关系都没有。没过一会儿，我爹娘和大哥全被他拽了过来。沈玉珠指着桌上的烤全羊，满脸得意，就等着我爹娘骂我。谁知道我爹盯着那只油光锃亮的烤羊，狠狠咽了口唾沫。我娘看着满地滚的葡萄，心疼的直抽抽。我哥沈清风更绝，直接冲过去把地上的葡萄一颗颗捡起来。造孽啊！这么好的葡萄，踩坏了多可惜。大哥，你干嘛吃地上的东西？晶晶的钱是他自己攒的，他想吃什么是他的本事，倒是你一进门就糟蹋粮食，去把院子里的柴劈了，劈不完不许吃饭。爹，明明是他，还不快去！两个粗使婆子走过来，架着他就往柴房拖，他挣扎的声音越来越忍。接下来几天，后院日夜像鸡劈柴的声音。沈玉竹双手磨出了血泡，连筷子都拿不稳。玉珠妹妹，用力点啊，这柴劈得太粗，烧火费炭。沈玉珠气得一斧头砍在木桩上，眼底满是怨毒。我正喝得开心呢，就看见管家匆匆跑过来，说太子殿下又上门了，这次还带了一整个车马费的胭脂水粉和绸缎首饰，指明要我亲自过去挑。我手里的瓜子哗啦掉了一地。太子这是来真的，他到底图啥啊？沈玉珠已经在柴房劈了整整半个月的柴，整个人都黑瘦了一圈，明面上总算是学乖了，眼里的野心却快要溢出来。他认定爹娘偏心我，全是因为我握着沈家的掌家权，只要拿到对牌，就能霸占沈家金库，再也不用啃发霉窝窝头。这天全家一起啃白菜帮子的时候，他突然放下破碗站了起来。爹娘，玉珠既然回来了，理应为家里分忧。姐姐平日里要做绣活太过劳累，不如把掌家之权交给我吧。我听完激动的差点把手里的白菜帮子捏碎，二话不说解下腰间沉甸甸的对牌钥匙，双手捧着就往他手里塞。妹妹说的太对了，我每天算账头都快秃了。既然妹妹这么能干，这重担就交给你了。沈玉珠一脸狐疑，拿过钥匙别在腰间。妹妹定会将沈家打理的井井有条。接手掌家权第一天，他就意气风发，扎进账房，想先查账捞点油水。结果一翻账本，直接傻了。账本全是用树皮缝的，字是木炭写的，每一笔账都精确到半文钱。买10斤烂菜叶，花3文；付狗冻用2斤米八，零花费。管家月钱用2颗大白菜抵扣。沈家好歹是失京城首富，怎么穷成这样？你们是不是合伙做假账骗我？大小姐，老爷说了，这财不露光。您要是想发这个月的月钱，今天还得去菜市场跟张寡妇家的狗抢半筐烂白菜才行。
他天不亮就去菜市场抢烂菜叶，为了半门前的柴火钱跟卖炭翁朝的整条街的狗都赶脚，累得浑身馊味，反倒觉得我贪没了府里的银子，把沈家里银子藏起来了。当天夜里，他买通丫鬟摸进我的偏院，翻箱倒柜找证据，还真在床底下摸出了一个没上锁的红木箱子。打开一看，全是我写给皇家钱庄大掌柜苏宝的信，字里行间全是撒钱的记录。宝，上次看中的那座江南园林，给我买下来，挂在肖老板名下。还有那只精钢打造的铁锅，全包了，送到西郊大营去。城南那条街的商铺，我全要了，钱从老地方扣。沈玉珠越看越心惊，越看越兴奋，厚一沓信件，全是我疯狂撒钱的证据。买园林，包整条街的商铺，居然还有往军营送铁器的记录，随便拎一条出来都是抄家的大罪。不仅贪没沈家财产，居然还敢私自囤积铁器送往军营。只要我把这些信交出去，你必死无暂地，而我就能顺理成章接管你藏起来的所有财富。他死护着木箱，像偷到油的老鼠一样溜出了偏院，连脚步声都压得极低，生怕被人发现。我躺在房梁上啃的苏板送的蜜饯，看着他慌张张的背影，差点笑出声。哦，对了，忘了说，拿箱子是我特意放在床底下给他找的，那些信自然也是我特意写给他看的。3日后，京城1年1度的皇上大典在天香楼热闹开席，整座楼挂满了红绸子，楼外的马车从街头排到巷尾。今年的大典是户部尚书赵大人亲自主持，满京有头有脸的商贾挤得满当，个个穿得绫罗绸缎，腰间的玉佩晃得人眼晕，都卯着劲想抢今年的皇商资格。毕竟只要拿到资格，明年1年的银子就跟流水似的往兜里钻。这赵大人是出了名的贪官，盯着我们沈家的家产不是1天2天了。之前他3番5次找我爹借银子。大人啊，家中已经3日无米下锅了，妻儿都要饿死了。拿去吧。把赵大人气得脸都绿了，早就憋着劲要找个由头抄了沈家，把我们家地窖里堆的冒尖的金条全搬进自己的小金库。我爹赵就穿着那件补丁落3层的破朝服，补丁的花色都不带重样的，一脚还沾着点早上啃窝头蹭的渣，带着我缩在会场最偏最不起眼的角落，连盏10文钱的热茶都舍不得点，正从怀里摸出半块啃剩的发霉窝头，啃得一脸满足。旁边坐的江南绸缎庄老板穿着绣金线的云锦袍子，闻见我爹手里窝头的霉味，皱着眉往旁边挪了3次凳子，生怕沾上穷气，谁见了都得感慨一句，沈家是真的穷到揭不开锅了。大典刚进行到一半，轮到赵大人上台讲话，会场大门突然被哐当一声撞开，沈玉珠披头散发的冲了进来，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他还特意把脸擦得干干净净，就为了今天告状的时候显得更委屈。他进来就扑通一声跪在赵大人面前的台阶上，大人，民女有天大的冤情要走，求赵大人为民女做主啊！全场瞬间静了下来，所有人的目光唰的一下全定在了他身上，议论声隆隆的就起来了。赵大人摸着胡须装不做样，沉下脸，你是何人？竟敢在皇商大典上喧哗，就不怕治你冲撞大典的罪名，还不速退下？沈玉珠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还牢牢记得我娘说的不许用袖子擦眼泪，擦坏了退卸。举着我特意放在床底的红木箱子举得老高，指甲都扣进了木头里。他为了今天这场戏准备了整整3天，抱着那箱不信连睡觉都搂在怀里，连做梦都梦到自己当了沈家中女，穿金戴银，顿吃红烧肉，再也不用啃发霉窝头。天不亮就去菜市场跟流浪狗抢烂菜叶。他特意打听好了赵大人和沈家有仇，选在皇上大典这天来告状，就是要让全京城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的罪证，让我们沈家万劫不复。他哭着喊，民女是沈家真千金沈玉珠，我要状告沈家假千金沈晶晶。他不仅霸占我沈家的产业，贪没沈家巨额财产，还私自囤积生铁送往军营，意图谋反。这箱子里全是亲笔密信和往来账单，每一封都是手迹，证据确凿，求赵大人秉公断案，严惩舞弊奸人。这话一出，全场死寂，连掉根针都能听见，所有人都傻了。谋反可是抄家灭族的大罪，没想到沈家看着穷的叮当响，居然藏着这么大的胆子。赵大人眼睛唰的一下就亮了，那绿光冒的都快晃瞎人眼。他等抄沈家的机会等了快3年，可不就是瞌睡送来的枕头？他赶紧回手让手下把箱子拿上来，急得连官服的下摆都蹭到了台阶上的灰，当着满场商贾的面戳出最上面的信。苏宝儿，那批金刚打造的铁锅全包了，送到西郊大营去。城南那条街的商铺我全要了，钱从老地方扣。江南那座临水的园林直接买下来，别心疼银子。大胆狂徒，你一介商女竟敢私自向军营输送铁器，还私买如此多的产业，钱财来历不明，必然是贪没沈家财产。沈万山，这就是你出来的好女儿？你们沈家是要造反吗？周围和赵大人早就勾结好的商贾们立刻跟着起舞。赵大人，必须严惩沈家，抄家问斩。是啊，大人，不能放过他们。之前跟我家有生意往来的药材商老板吓得脸都白了。我跟沈家不熟，真的不熟。上次借了沈家1文钱，真的已经还了，跟谋反半毛钱关系都没有。沈玉珠跪在地上，嘴角都快敲到耳根子了，那得意的样子，仿佛已经看见我人头落地。他抱着沈家的金山银山，过上锦衣玉食的日子。赵大人明鉴，
他平时还偷偷在偏院吃烤全羊，喝燕窝羹，不知道贪了多少沈家的银子，奢靡无度，简直罪该万死。我爹面不改色，甚至还把手里啃了一半的窝窝头塞我手里，小声跟我说别浪费。我接过窝窝头还咬了一口，除了有点没味，其实也还行。我端起桌上不知道谁剩的半杯凉茶，慢悠悠喝了一口，连眼皮都没抬，心里还在盘算今天大典结束就去翡翠阁拿我订的那只满绿镯子。我的账苏宝儿已经替我清了，耽误了我取镯子，沈玉珠可赔不起。死到临头还敢嘴硬！沈家意图谋逆，抄家灭族。数百名全副武装的府兵哗啦一下就冲了上来，明晃晃的长刀直接对到了我后敌面前，旁边的小商人都吓得尖叫起来，蹲在地上抱着头不敢动。就在府兵手里的刀快要落到我们身上的瞬间，天香楼的大门哐当一声被人一脚踹开，我看谁敢动他！众人循声望去，就见皇家钱庄大掌柜苏宝穿着一身绣着麒麟纹的大红金线锦袍，踩着牛皮靴大步走了进来。他身后跟着一对气息冷冽的皇家暗卫，个个腰间悬着长刀，气场压得全场人民大气都不敢喘。就在所有人以为是皇家钱庄来查账的时候，暗卫们自动分开两边，一个穿着月白色蟒袍的年轻男子走了出来，腰上系着四爪龙纹的玉腰带，面如冠玉，气场十足，全场瞬间倒吸一口凉气。紧接着扑通扑通的下跪声响成一片，连刚才还嚣张的不行的赵大人都腿一软跪了下去，头埋得死死的，冷汗刷的一下就浸湿了官服。来人居然是当今太子萧景。哦，对了，萧景就是我之前跟苏板信里提到的萧老板，也是我藏了大半年的专属购物搭子。我手里那些买园林、包商铺的钱，全是他的内行。我就是个帮他花钱的跑腿的，还能顺便抽点提成买我喜欢的首饰，别提多爽了。大人明鉴，沈晶晶无视商贸规制，行事大胆，他私自囤积商帖向外流转交易，这便是凭据，还请大人。殿下，此女狂妄至极，私运铁骑证据确凿，臣恳请立刻行刑，以正朝纲。萧景停下脚步，月白色的蟒袍扫过地面的碎纸，他微微偏头，目光扫过跪在地上抖得像筛子的赵大人，又看了看一脸得意的沈玉珠，突然轻笑了一声，谋反。他慢悠悠走到我面前，抬起修长的手指，屈指一弹，握刀的府兵跪在地上磕头磕得咚咚响。赵尚书，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那信上写的萧老板就是姑。这句话砸下来，所有人脑子里嗡的一声，跟炸了个响雷似的。赵大人的表情瞬间僵在脸上。殿下，您说什么？这不可能啊！国库空虚，你户部天天喊穷。上个月西郊大营上报要换300口军锅，你说没钱，拖到现在都没批，让沈晶晶暗中采购圣水打造军锅。西郊大营的将士们难道要用手捧着烤肉吃吗？是姑让沈家替皇家钱庄置办的产业，用来充盈内党，怎么姑花自己的钱还得经过你户部同意不成？突然直接把那摞信件狠狠砸在赵大人脸上，纸张哗啦啦散了一地，刚好露出夹在里面的赵大人贪墨军饷的账单，那是我特意塞进去的。贪了西郊大营2万军饷，转头就买了个1000两的玉观音送给你小妾当身礼，你以为姑不知道？你口口声声说沈家谋反，公看真正想谋反的是你。听完这话，双腿一软，直接瘫倒在地，连磕头的力气都没了，嘴里喃喃地喊着陈冤枉，可没人信他了。沈玉珠彻底傻眼了。不可能！你明明就是只会乱花钱的败家女，天天躲在偏院吃烤全羊，怎么可能认识太子殿下？你懂个屁！我这叫奉旨败家，我们全家天天装穷，都快憋死了。我帮太子殿下花点钱怎么了？总比某些人抢着当主母，天天去菜市场跟狗抢烂菜节子去。站在我旁边，看着我气鼓鼓的样子，眼底满是纵容，伸手弹了弹我的额头。好了，都依你。上书诬陷良民贪墨军饷，居心叵测，立刻拖下去停职查办，抄诺全部家产，冲入西郊大营军饷。至于这个不知死活的女人，聂功臣欺上瞒下，剥夺沈家千金身份，北为贱籍，发配浣衣局洗夜壶，永世不得入京。暗卫立刻扑上来，捂着鬼哭狼嚎的赵大人和沈玉珠就拖了下去。沈玉珠的尖叫声越来越远，刚才还闹得天翻地覆的会场，瞬间就安静了下来。沈家以后就是太子府的合作伙伴，谁要是敢找沈家的麻烦，就是跟我过不去。是。那危机就这样被萧景轻描淡写的按了下去。皇上大典之后，沈家的名声非但没有受损，反倒因为成了太子的钱袋子，贵人送来的礼物快把门槛都踏破了。还有不少人想把女儿送进沈家做哥当媳妇。陆达官贵人送来的礼物快把门槛都踏破了，但你猜怎么着？就穿着那件补丁落3层的破洞朝服，闭门谢客。上朝的时候还是腿不走，跟皇上哭穷哭的比以前还凶。我娘照旧天不亮就去菜市场，为了半文钱跟买菜大妈砍价砍半个时辰，吵得整条街的狗都敢叫。五哥沈青松照旧坐着他那辆破罐的瑞风扭车出门巡演，半道车散架了还是走着回来的。全家还是那副穷的叮当响的死样子，半点没变。
我叹了口气，也懒得管他们，转头就溜回了偏院。苏宝已经拎着一摞新出的商铺名录在等我了。我们俩凑在石桌前，正商量着明天先去报下哪条街的铺子扫货呢。不好了，太子殿下写满各类田产商号、贵重物品的厚重礼箱登门，前来府商议与你的婚事。我只是帮他花点钱出点提成，他居然想娶我当太子妃，那我以后是不是就不能天天出来扫货了？不被发配去换一局之后，那日子过得连外头的叫花子都不如。从前他就算在乡下吃苦，也没干过天天洗几百个夜壶的活，冬天的水冰的扎骨头，他手上的冻疮烂的流脓，稍微慢一点就要被管事嬷嬷抽耳光，这别人剩的馊饭，连发霉的窝窝头都要抢着才能吃上一口。可这女人偏生命比蟑螂还硬，都惨成这样了还不肯认命，天天洗夜壶的时候都在琢磨怎么翻身，把我和沈家恨得牙痒痒，恨不得扒了我的皮屑粉。跟在井边搓夜壶，刚好撞见赵府的管家来送赵家女眷的衣物换洗。赵大人虽然被停职查办，但经营户部多年，党羽众多，还在上下打点想脱罪，暂时还没被抄家。沈玉珠眼睛一亮，趁人不注意连滚带爬扑到管家脚边，抱着他的腿就哭，把沈家全家装穷。我爹半夜敲地砖藏金山的事抖得一干二净。袁明剑，10万钱藏的钱够整个大萧吃3年，只要赵大人能抄出来，定能治他们个欺君瞒报的罪，不光能官复原职，还能直接扳倒太子啊！管家一听吓得魂都飞了，连衣服都没送就跑回了丈府，把这话原封不动报给了赵大人。赵大人坐在书房里气得狠狠捏碎了手里的核桃，指节都捏得发白。他想起之前3番5次找沈万山借钱都被他抱着腿哭穷的样子。万山，全是演给我看的，就是为了死守沈家的清库。他转头问了下人太子的行程，提早封锁整个沈家府邸，任何人许进出。本官倒要亲自挖开沈家的地砖，抓他个欺君的实罪。消息传到沈家的时候，我正跟我哥争论能不能花5文钱买糖糕吃，全家的气氛瞬间就降到了冰点。我爹手里的破瓷碗咔嗒一声就放在了桌上，手背上青筋都爆起来了。我娘破天荒的放下了手里缝了一半的抹布，坐在门槛上深深叹了口气，连我哥都没心思擦他那辆漏风的牛车了，蹲在院子里闷头抽烟袋。都什么时候了还装穷？对方摆明了是要来搜刮刁难咱们，你们赶紧把地窖里的金条拿出来打点啊！再不活动活动，咱们全家都要被连累陷入绝境了。不能拿，拿了就全完了。我气得胸口发闷，抓起桌上的破碗筐，当一声就摔得了粉碎，觉得他们简直是死脑筋到无可救药。当天夜里就直奔皇家钱庄去找苏宝。苏宝见我慌慌张张跑进来，就知道出大事了，拉着我直接进了地下密室。宝儿，你快想想办法！赵八皮明天就要抄沈家了，我爹到现在还死叫着金子不肯拿出来，他到底瞒了什么？金金，你爹不是抠门，他是在拿命替大萧朝守最后一道经济防线。我听得一愣，当年先帝驾崩，国库被赵八皮这批奸臣贪得精光，连年闹害，在赈灾前呢，先帝临终前秘密把大萧真正的国库藏宝图，还有一半的调兵虎符，全都托付给了你爹。你爹把东西藏起来，就是悬在赵八皮头顶的一把刀。他不知道东西在哪，就永远不敢彻底撕破脸谋朝篡位，所以你爹才拼了命装穷，就是怕漏付引起怀疑，让赵八皮猜到那笔宝藏真的在沈家。整整10年，他们用全家的穷酸名声，硬生是把赵八皮拖到太子能独掌朝局的今天。我听得浑身发冷，手里的茶杯都差点掉在地上。原来我天天吐槽的补丁朝服、半文钱砍价、漏风牛车，全都是他们拿命养10年的戏。他们护的不是沈家的钱，是南边的灾民，是边境的将士，是整个大萧的百姓。我之前还天天在被窝里捶床，抱怨他们不让我花钱买糖葫芦、买镯子，鼻子酸的不行，眼泪吧嗒就掉在了桌上。我擦了擦眼泪，抬头看苏宝。明天不在京城，赵八头就是算准了这个时间才敢来抄家，我们怎么办？你爹护了太子10年，护了大萧10年，这一次轮到我们护沈家了。我看着他手里的令牌，瞬间就稳了心神。赵八皮想抄沈家挖宝藏，也不问问我这个奉旨败家的沈晶晶答不答应。天刚蒙蒙亮，天边还泛着鱼肚白。我靠在偏院的墙头上啃的苏宝前一天塞给我的桂花糕，就听见巷子口传来密密麻麻的马蹄声，铁蹄踏过青石板的声音脆的刺耳。我把最后一口糕咽下去，拍了拍手上的渣，跳回院子里。刚到正厅门口，就听见哐当一声巨响，大门直接被士兵暴力撞开了。赵大人穿着一身熨得笔挺的绯色官服，之前被停职的狼狈半点不剩，趾高气扬的迈着步子走进来，身后跟着上千名城防营的士兵，把整个沈府围得水泄不通，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他身后还站着换了一身干净粗布衣服的沈玉珠，头发梳得整整齐，脸上那点冻疮都特意擦了粉盖着，那得意的样子，仿佛已经把沈家的金子攥在手里了。沈万山接旨，赵大人举着一卷明黄色的圣旨，下巴抬得快上天了。有人递上状纸，检举沈家囤积巨量金银瞒报产业，本官奉手中谕令文书，即刻查封沈府，清点资产。若有人阻拦清查、藏匿财物，一律带回衙门收押待审。那圣旨是他伪造的，就是吃准了太子去了西郊大营，短时间赶不回来，没人能拆穿他的把戏。我爹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补丁长袍，带着我娘和我哥挡在正厅门口，脊背挺得笔直，半点没有退让的意思。只手背在身后微微发抖，他还不知道我前一天晚上回来，就拉着我哥偷偷把书房暗格里的东西转移去了苏宝的皇家钱庄地下金库。沈家清清白白，平日里连下锅的米都要数着立放，哪来的巨额财富？你伪造圣旨抄家，
就不怕圣上降罪吗？老东西，死到临头还嘴硬！我在沈家待了那么久，亲眼看到你半夜在书房敲地砖，那下面肯定藏着金条。你就是在给太子私藏财产，意图不轨。赵大人就在书房，花开绝对能找到他们谋反的证据。赵大人狂笑一声，大手一挥，来人，给我砸开书房的地板，挖地3尺，要把金子找出来。这铁镐的士兵蜂拥冲进书房，沉闷的砸地声咚咚的在沈府上空回荡，一下下像是砸在我爹的心口上。我娘紧紧攥着衣角，指节都捏得发白。我哥沈清风死死盯着书房的方向，拳头攥得嘎嘎响。要不是我爹用眼神按住他，他早就冲上去跟士兵拼命了。沈玉珠晃悠到我面前，眼神里全是报复的快感，上下打量着我，语气酸得不行。金鸡，你不是能花钱吗？不是有太子给你撑腰吗？等会儿金条被挖出来，我看你还怎么狡辩。到时候你们一家都难逃罪责，沈家的财产，还有太子给你的那些首饰，就全是我一个人的了。沈玉珠，你真是蠢得可怜。你以为赵八豪真会分你1分钱？你不过是他手里一条咬人的狗，用完就没价值了。你还在这儿做什么千金小姐的美梦呢？沈玉珠被我戳中痛处，勃然大怒，扬起手就要扇我巴掌。我反手抓住他的手腕，狠狠一拧，抬脚就踹在他的膝盖上，疼得他嗷的一声惨叫，扑通就跪倒在地，脸直接磕在青石板上，蹭破了好大一块皮。就在这时，书房里突然传来士兵的惊呼声，声音大的整个院子都能听见。大人，挖到了，地砖下面有暗格，是铁皮封的。赵大人眼睛瞬间亮得像要冒光，一把推开挡路的我爹，狂奔进书房。沈玉珠也顾不得疼，连滚带爬的跟了进去，生怕慢了一步少分他1毛钱。我慢悠悠的跟在后面，靠在书房门框上，看着他们上蹿下跳的表演。书房的青石地砖已经被全部砸碎，露出一个半人高的铁皮暗格，锁头已经锈得看不出原样。砸开！快给我砸开！几个士兵抡起大锤，狠狠砸在铁锁上，哐哐几声，铁锁直接碎成了几半。2个士兵上前，使劲掀开了沉重的铁皮盖子。赵大人和沈玉珠伸长了脖子，拼命往里看，脸都快凑到暗格里了，就等着被金光闪闪的财富晃瞎眼。然而下一秒，2人的表情同时僵住，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白了下去。沈玉珠直接尖叫出声：“可能，我明明看见你爹敲地砖的，怎么会没有？”暗格里别说金条珠宝了，连个铜子儿都没有，满满一厅全是半大不小的破石头，石头上面还孤零零放了一张纸条，压得平平整整的。赵大人颤抖着手拿起那张纸条，上面是我前一天晚上特意用朱砂写的龙飞凤舞的大字，惊不惊喜，意不意外？金条我早就花光了。傻缺！赵大人看完气得浑身发抖，手里的纸条都被他捏成了皱巴巴的纸团。贱丫头，你敢耍我，我要把你碎尸万段！来人，给我搜，全府上下每一寸都给我搜，掘地3尺，我也要把金子找出来！士兵们刚要动，太子殿下回京，护驾神府，擅闯神府者，格杀勿论。看来苏宝派去报信的暗卫脚程够快，太子比预计的早了整整1天赶回来。赵大人听完这话，腿一软，直接瘫在了地上，手里的纸团啪嗒掉在了那堆石头上。沈玉珠看着冲进来的明黄色太子亲卫，眼睛一翻，直接晕了过去。我走到暗格旁边，踢了踢那些石头，忍不住笑出了声。赵扒皮想挖沈家的宝藏，我不看看我这个奉旨败家的沈晶晶答不答应？赵大人看着手里那张写着傻缺的纸条，气得两眼一黑，胸口剧烈起伏，差点当场喷出一口老血。沈万山，你敢耍本官？你不是说地砖下面藏着金山银海吗？金子呢？你告诉老子在哪儿？沈玉珠被打得眼冒金星，整个人都懵了，愣了2秒，就疯了一样扑到暗格边，伸手疯狂地扒拉着那些破石头，指甲都抠出了血，指尖沾得满是灰，嘴里还神神叨叨的。这不可能！我明明亲眼看老东西半夜敲地砖的，怎么会变成石头？金子呢？我的金子呢？我靠在书房的门框上，慢悠悠嗑着苏宝早上刚给我送的5香瓜子。找金子啊？我这儿有账本，自己看呗。我抬手，冲着门外吹了个响亮口哨。宝儿，把账本抬上来，给赵大人看一看。话音刚落，大门外就传来一阵整齐的脚步声。苏宝穿着皇家田装的大红官袍，带着几10个伙计，开着10几个沉甸甸的大红木箱子直贯而入。咚咚咚，10几声闷响，箱子整齐的码在院子里，盖子齐刷刷掀开，里面半毛钱都没有，全是堆积如山的账本，摞得比人还高。我走到箱子跟前，随手抽出最上面的一本，哗啦一声翻开。赵尚书，你猜的没错，书房地砖下原来确实有金条，不过这3年我早就全花光了。你猜我买什么了？我抬手把账本狠狠砸在他脸上，纸烟哗啦啦洒了一地。城南黑市的兵器铺，你小舅子开的吧？专门卖违禁铁器给流寇，我花10万两直接买空了。兵器现在全在西郊大营放着当物证。江南的盐引，你私底下扣留了3万份，准备高价转卖牟利。我已经安排人把这批盐引全部接手，现在都已经发去灾区，当做赈灾盐。还有你养在城外庄子里的那3000私兵，他们吃的粮草穿的全是我通过皇家钱庄以双倍价格买断的。你现在问问你的兵，
他们已经饿了3天了，还拿得动刀吗？你以为沈庄庄穷是真的穷，实则不然。沈家财力尽数来搜集你徇私谋暗中培植势力的全部实证，你多年来谋取的所有支据，账本之上记录的一清二楚，大小琐事尽数在册。赵大人听得脸色煞白，连连后退，一屁股跌坐在地上，浑身抖得像筛子。他怎么也想不到，他苦心经营了10年的地下飞网，竟然被我用最简单粗暴的买给彻底掏空了，连一点翻盘的机会都没留。你们好狠！他突然像疯了一样大笑起来，猛地拔出腰间的佩剑，指着我们嘶吼：既然你们找死，那就别怪本官心狠手辣。城防营听令，沈家私通太子，意图谋反，所有人就地格杀，一个不留。他带来的上千名城防营士兵齐刷刷举起长刀，杀气腾腾地往正厅这边逼近。沈玉珠跪在地上，吓得直接尿了裤子，一股骚味蔓延开来。我爹往前跨了一步，把我死死护在身后，脊背依旧挺得笔直，半点惧色都没有。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冷冽的声音从大门外传了进来：住手！赵扒皮，你好大的胆子！众人抬眼望去，就见萧景穿着一身还沾着尘土的银色铠甲，手里提着还在滴血的长剑，大步跨入沈府。他身后是密密麻麻、一眼望不到头的西郊大营精锐铁骑，马蹄踏的地面都在颤，杀气直冲云霄。赵大人看到萧景的瞬间，脸上最后一点血色也退得干干净净。不可能！你不是去西郊大营巡视了吗？怎么可能这么快回来？萧景冷笑一声，抬手将一颗血淋淋的人头扔在赵大人脚边。姑不去西郊大营调兵，怎么把你这条藏了10年的老狐狸解出洞？他走到我身边，一把将我护在身后，手中长剑直指赵大人。拿下谋逆者，格杀勿论。铁骑蜂拥而入，不过半炷香功夫，赵大人带来的叛军就被全数缴械镇压，哭喊声、求饶声响成一片。沈玉忠趴在地上抱着脑袋瑟瑟发抖。萧景收了剑，揉了揉我的头发，没吓到吧？我就知道你这个小财迷花钱肯定有章法，早就跟苏宝儿打过招呼了。你想买什么随便买，账全算在我头上。我眼睛瞬间亮了，刚要开口说我还想把城西整条街的首饰铺都包下来，就看见我爹手里攥着那张先帝的密诏，站在台阶上看着我们。他不会是打算把那笔守了10年的国库黄金也交给我来支配吧？那我岂不是从今往后可以奉旨花整个大萧的钱了？危机解除，沈府上空的阴云终于散了。赵大人被五花大绑塞住嘴，像拖死狗一样被拖了下去。沈玉珠瘫软在地上，脸上的血混着灰，要多狼狈有多狼狈。看见我爹走过来，爹救我！娘，姐姐，我错了，我是被赵八凯逼的，求求你们看在血脉亲情的份上，饶我一命吧！我以后再也不敢了。16年前你被人拐走，我与你娘痛不欲生，找了你整整10年。16年后你找上门来，我们本想好好补偿你，甚至不惜让你搬进主院，把掌家权都交给你，可你太让我们失望了。为了荣华富贵，你连生身父母都能栽赃陷害，连累整个沈家蒙受灭顶之灾。沈家没有你这种戍边不足的不孝之人。压下去，贬为罪奴，流放边关，永世不得归。我正站在旁边琢磨一会儿去哪家酒楼吃顿好的不补，就看见我爹当着所有人的面刷了一下扯下的那件穿了10年、补丁落了3层的破朝服，露出了里面金光闪闪、用纯金丝线绣成的龙纹软甲，晃得我眼睛都快瞎了。我娘也不攥着他那破抹布缝了，直接从袖子里掏出一沓厚的能砸死人的银票，啪的一声甩给管家，去把京城最好的酒楼厨子全请来，今天家里摆3天流水席，全京城的老百姓想吃都可以来，钱我全出。我哥沈清风更绝，直接走过去一脚踹翻了院子里那辆他做了好几年、锅路都快掉了的漏风牛车，憋死老子了！去把后院那辆8匹拉的镶金马车拉出来，再去绸缎庄给我扯20云锦做新衣服。对，老子今天要去长安街兜风。我看着这群憋了10年终于原形毕露的家人，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他们哪里是天生抠门爱装穷啊，全是为了守着那笔国库宝藏，硬生生把自己逼成了吃糠咽菜的苦行僧。晶晶啊，这些年委屈你了。爹装穷装的太入戏，连根糖葫芦都没给你买过，还总罚你不许乱花钱。从今天起，沈家的金库你随便花，黄家的内户你也随便动，把这10年没花的份全补回来。全家人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笑声，我正乐得合不拢嘴，琢磨着先去包下翡翠阁所有的镯子。萧景突然转过身，目光灼灼地看着我，看得我心里直发毛。他从怀里掏出一块晶莹剔透的翡翠玉佩，那是我3年前刚穿过来，偷偷溜出去买飞式兵器的时候，钱不够抵押给他的信物。沈晶晶，你做了姑3年的金主，帮姑筹集军饷，查抄贪官，把赵扒皮的家底都掏空了。如今朝堂清明，赵等覆灭，你是不是该兑现诺言了？什么诺言？我怎么不记得？萧景挑了挑眉，从袖子里掏出一张泛黄的欠条，你总该记得了吧？在我面前晃了晃，上面赫然是我当年喝多了写的鬼画符一样的字迹。萧老板，借你10万两应急。等等，姑娘有钱了，连本带利包养你一辈子。我老脸瞬间红得能滴血，伸手就想去抢。那是我喝醉了瞎写的，不作数的。萧景一把将我揽入怀中，低沉的嗓音贴着我耳边响起：君无戏言，
你既然写了，姑姑就当真了。这万里江山，姑愿与你共享。你若嫌东宫太闷，姑就陪你买下全天下的铺子，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绝不让你受半点委屈。看着他眼底认真到近乎偏执的神情，我一时竟接不上话来。我爹在旁边疯狂咳嗽，给我使眼色。我娘手里的银票都快捏皱了，拼命点头催我答应。不过丑话说在前头，我可是个一天能刷爆8张黑卡的顶级购物狂。你要是敢嫌我败家，我就把你的国库搬空，连龙椅都给你换成纯金的。哼！萧景大笑出声，低头在我额头上落下轻轻一吻，声音里满是笑意。求之不得。人群里，苏宝儿举着银票冲我挤眉弄眼。我知道，我从今往后再也不用躲在狗洞里溜出去花钱了。我不仅有沈家的金库当靠山，还有个愿意陪我一起买的太子殿下，这日子简直爽到飞起。3个月后，先帝丧期已满，萧景顺利登基为帝，下的第一道圣旨就是立我为后。帝后大婚办得轰轰烈烈，10里红妆铺遍了整个长安街，举国同庆了3天3夜。沈家的陪嫁队伍从城南头排到了城北头，抬嫁妆的伙计走了整整2个时辰都没走完。我爹为了弥补我10几年没放开花钱的遗憾，直接把天下钱庄的9成干股塞进了我的嫁妆单子里，后面还跟着几10辆马车的金条，明晃晃的晃得人眼睛疼。满朝文武站在宫门口看着那眼望不到头的陪嫁，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这时候他们才终于反应过来，当年沈家装穷，装的有多离谱，连皇上都陪着他们演了10年的戏。夜幕降临，未央宫里红烛烧得噼里啪啦响，我穿着几10斤重的封官霞帔坐在床榻上，累得腰都快断了，满脑子想的不是什么春宵一刻，是明天约了苏宝去看昔日刚进贡的汗血宝马，打算包个马场养着玩。萧景穿着灵袍走进来，挑开我的红盖头。皇后，春宵一刻值千金，咱们是不是该……我一把把他推到一边，伸手从枕头的底下掏出我藏了半天的金算盘和厚基本账册。少来这套，先把账算清楚。你这3年欠我的军饷垫资，皇帝陛下打算拿什么还？果被你刚敏套大半买首饰了，钱是没有了，朕以身相许，生世世给你当专属小老何，赚的钱全给你花，行不行？红烛晃的人影暧昧，满是都是暖意。我从穿过来时连糖葫芦都不敢买的别区购物狂，到大萧朝最有钱的皇后，终于找到个能接住我所有账单，还愿意陪我一起满世界败家的人。至于沈家，那更是彻底放飞自我了。我爹现在天天穿着那件纯金丝线绣的銮甲，站在沈府大门口逢人就吹嘘，当年他是怎么穿着补丁朝服哭穷，把赵八皮哄得团团转的。我娘干脆成了京城贵妇圈的带货女王，今天带个东珠簪子，明天穿件星云锦，全城的贵夫人都跟着抢同款，比当年砍价的时候风光100倍。我哥更绝，直接把之前那辆漏风牛车换成了纯金打造的8马车厢，车轮子都镶了宝石，每天在朱雀大街上晃悠，再也没人敢说沈家穷了。一家子神豪憋了10年，终于痛痛快快活出了自己的样子。我靠在萧景怀里，已经开始琢磨明天要包多少匹汗血宝马，还要把江南那条临水的街全改成首饰库。反正我可是奉旨败家的皇后娘娘，想怎么花就怎么花。